关于图腾龙族族长知道此事，楚风也不意外。虽然正常传播不可能这么快传到这里，但图腾龙族这种势力必然是有可以远距离观察浩瀚修武界的手段。何况气运圣境的景象本就覆盖极广，观察起来也简单。不过眼下最令楚风动容的还是图腾龙族族长的态度。若是装模作样也就罢了，可偏偏对方是这样的真心诚意，与玉宗为敌，这赌上的可是图腾龙族的未来啊！前辈，真的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。不过我此次来并非是求助的，我是想告诉您，气运圣境后续的争夺，我不打算参加了。楚风说道。不参加了？为何呀？是因为忌惮玉宗吗？图腾龙族族长意外，他本以为楚风来这里是希望他们帮忙的。旋即，楚风也是讲述了原因，干脆告诉了图腾龙族族长，他怀疑气运圣境开启本身就是玉宗的手段。玉宗掌握着与气运圣境相关的力量，他若强行争夺，必然是机会不大。玉宗藏得这么深，竟然还有如此厉害的界灵师，所以他们是早就计划好的，就是趁着界天染他们如今在神之时代，没有人对他们造成威胁之时，开启气运圣境，从而独吞气运圣境内的力量。图腾龙族族长对楚风的判断深信不疑，于是也是觉得楚风选择不争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。我觉得他们多半是蓄谋已久，正常来说也是万无一失，只是没想到我掺和了进去。但既然这是他们的计划，那断然不会将这个好处让给我。我就算争，也绝对不会公平，他们定然会准备手段来对付我的。索性便不争了，反正机缘到处都有，毕竟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嘿嘿，楚风咧嘴一笑，表现得很无所谓。也好，图腾龙族族长虽然点头赞同，可心里却不由酸楚，是心疼楚风。其实说起来，他认识楚风较早，也算是看着楚风一路走过来的。莫说其他势力，起初图腾龙族内部也有很多人看不起楚风，刁难过楚风，但这只是楚风经历的冰山一角。他能想象楚风这一路是多么的不容易。若楚风有人撑腰，又何必被人如此欺负？前辈，现在是您闭关修炼的关键时期，晚辈就不打扰了，您快去闭关吧。相信再见之时，前辈已是天神境。传达过想法后，楚风便想离开。楚风小友，说这话就见外了，其实你不来，我也准备去找你呢。图腾龙族族长说话间，取出了一个乾坤袋，递给了楚风，且主动说道：楚风小友，你对我图腾龙族帮助太多，之前未能夺回龙族，手中资源有限，对你的谢礼也尽显微薄。如今龙族既已回我等之手，自然要重新备份谢礼。前辈，您这真是太客气了。楚风笑得很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接了下来。楚风现在确实需要资源，图腾龙族族长先前还怕楚风拒绝，见楚风接下，图腾龙族族长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轻松笑容。楚风小友，快仔细看看，也许这些资源能够帮助楚风小友突破到真神境。闻言，楚风打开乾坤袋，发现里面有一个阵法球，那浩瀚的阵法世界内堆满了修炼资源，这修炼资源都是经过淬炼的，乃是极佳的修炼之物。在楚风看来，就算吞天麒麟不苏醒，但是靠着这些修炼资源，楚风也极有可能突破到一品真神。最主要的是，乾坤袋内可不只是存放大量修炼资源的阵法世界，还有一把神兵。神兵通体白色，却缠绕金色火焰，刀身上面写着他的名字龙焰神刃，并且这把神兵有真字浮现，证明其品质非同一般。楚风如今身上的神兵已有多件，有别人赠予的，也有自己掠夺来的，但这把神兵的品质于楚风而言也绝对顶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卷轴，分别写着神境2字，不用多想，那定然是神境武技了。楚风手握乾坤袋，便可直接将卷轴打开，可以看到2个卷轴，其中一个是2段神境，至于另一个竟是3段神境。楚风可是听龙成宇说过，整个图腾龙族最高的神境武技也只是4段神境，由此可见神境武技的价值是多么了得。如今竟然将3段神境赠予了楚风，图腾龙族真的是下了血本。前辈，这太贵重了吧？楚风纵使早有心理准备，可也被这份大礼惊到了。楚风小友，这并非我一人决定，而是我图腾龙族所有人长老的决定。相比于我图腾龙族的兴衰，这些又算得上是什么？况且你对我图腾龙族的恩情不谈，就凭你的天赋，我图腾龙族就算只是想与你结交，这些也都不算厚礼，你只要别嫌弃就好，千万收下。图腾龙族族长说道。前辈，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过这神境武技，待我修炼成功，我再送回来。楚风笑着说道。不必了，楚风小友，这2本神境武技就是送给你的，就归你所有。那2段神境乃是我图腾龙族精心为你挑选的，至于那3段神境，与楚风小友更是有缘，其实今日也算物归原主。图腾龙族族长说道。物归原主？前辈怎么把我说懵了？楚风问。楚风小友，难道忘了你刚来我图腾龙族之时，便进入了我图腾龙族的神境战场内，
帮我图腾龙族得到了一本神经武技。图腾龙族族长笑道：“哦，这就是那个啊！”楚风感叹，他当然记得那件事。是啊，这其实就是多亏了你，我图腾龙族才得到的，如今就送给你，其实也算物归原主。图腾龙族族长说道。随后，图腾龙族族长又主动询问了楚风、贾令仪以及白云清的事。其实说到底，他还是关心楚风的情况。他是真的喜欢楚风，恨不得和楚风一直聊下去。但毕竟图腾龙族族长是准备闭关的，他不怕耽误，楚风都怕。所以聊了一会，楚风便找个理由离开了。离开图腾龙族，楚风便直接前往9天密地的入口，还要赶往下个地方。不错不错，图腾龙族很有良心嘛。蛋蛋得知图腾龙族的赠礼后，表现得十分满意，说明我的眼光还是雪亮的，我朋友的家人也都是好人。楚风笑道。雪亮吗？不是又被那只丑猪忽悠了？蛋蛋说道。那只麒麟猪除外。提起吞天麒麟，楚风也是无奈，之前说好1个月就炼化好，结果现在都没动静。这只吞天麒麟当真不靠谱，回头本女王帮你驯服它。蛋蛋笑了笑，旋即又道：至于图腾龙族吗？好不好人的先不说，最起码不是狼心狗肺之人，确实值得夸赞。当然，最值得夸赞的还是他们都是聪明人，毕竟此地可能是他们的终点，但你的终点绝对不止于此。日后你修炼有成，随便丢点什么，可能都是他们图腾龙族世代努力都无法获得的宝物呢。蛋蛋说道。我的女王大人可真看得起我呀。但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楚风笑着说道。当然对，毕竟你可是有本女王撑腰呢。蛋蛋也是笑道。在楚风离开之后，图腾龙族族长并未立刻进入闭关之地，反而是将他的心腹长老们全部叫到了这座大殿之内。他先是告诉了这些长老楚风不打算参加气运圣境的消息，随后却下达了一个命令，传令下去，将我族内所有可靠的精英聚集起来。气运圣境，我们要去。闻言，众长老皆是不解，楚风不是都不去了，为何他们还要去？显然知道他们不解。图腾龙族族长给出了他的解释：楚风小友可能只是不想麻烦我们，但依照他的性格，未必会真的放弃。他为我图腾龙族好，我图腾龙族自然也要为他好。不管他去或不去，这一次我图腾龙族就是要所有人知道，我图腾龙族是站在楚风这一边。